Hello， 我是百萬 fans 的小滿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的分享馬上開始。秦始皇的地宮並不在現在的封土下面，而是在南邊的驪山當中，封土下是一座祭壇，祭壇下面又是一條水銀河，水銀河通往驪山的地宮。如果你來到秦嶺，是一個特別瘆人的陰雨天，千萬不要怕，仔細聽就會聽到這條水銀河當中正在發出陰兵出巡的聲音，接着是一陣金鐘金鈴的撞擊聲，這是秦始皇的棺椁到達了祭壇的聲音。他從驪山的深處出發，沿着水銀河飄到了這裡。祭壇裡有一口巨大的金鐘，大殿的4個角上還掛着金鈴，棺椁撞擊金鐘，發出幽鳴的聲音。這個時候，秦始皇的靈魂也會登上那座祭壇，俯瞰他的帝國。想要聽到這個傳說的原始版本，你不妨去驪山腳下深度遊，買點農家的柿餅和石榴，沒準就會有一個當地人跟你講起這個故事。水銀祭壇陰兵，這一切聽上去太玄幻了，就連當年趕到驪山腳下的考古隊也被這些故事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於是他們決定調查秦始皇陵，破解這些傳說。接着5個驚奇浮出了水面，那是1981年，驪山腳下已經陸續發現了3個兵馬俑坑，被稱作世界第8大奇蹟。但是這3個兵馬俑坑為什麼離秦始皇的陵墓那麼遠呢？足足有 1.8 公里。於是考古學家們要調查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。很快他們就測量出來，封土是一個51米高的金字塔，底邊分別是350米和345米長，相當於17個足球場的面積，向外延伸。又發現了2圈城牆，內層的周長是 3.8 公里，外層的周長是 6.4 公里，這已經相當於3個故宮的面積了。但是兵馬俑坑還在這之外的 1.5 公里。於是考古學家們繼續勘探，用鏟子和腳步一寸一寸的丈量，最後得出一個結論：整個陵區大約是一個邊長 7.5 公里的正方形，面積超過了56平方公里，這已經足足是78個故宮那麼大了。放到北京大概是這個樣子。原來整個驪山渭河的範圍內都是秦始皇的藏寶坑，誰也不知道這下面是否埋着比兵馬俑更宏偉的世界第9大奇蹟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最大的驚奇一定被埋在那座封土金字塔的下面，因為那裡是秦始皇的地宮，秦始皇的真身和無數無法想象的奇珍異寶都埋在那裡。而關於這座地宮呢，最出名的傳說就是水銀。不僅僅當地人這麼說，就連歷史書上也記載，地宮當中用水銀做成了中國山川大海的樣子，日夜不停地流動。真的是這樣嗎？於是考古學家們開始專門勘探水銀。然後第2個驚奇又出現了。探探結束以後，專家說地宮中至少有100噸水銀，但是1981年中國全年的水银產量才300多噸。2200多年前的秦始皇用100噸水銀鋪地宮，這個數字太誇張了，專家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當時採用的是鑽探法，也就是用洛陽鏟在封土和陵區的周圍打很多深孔，把地下的土樣取出來，再分析這些土樣中的汞含量。汞也就是俗稱的水银，分析鑽探數據嘍。專家們得到了這樣一張圖，發現封土上的汞含量比周圍土壤高了幾十倍。如果數據沒錯，那麼很可能就是地宮中水銀蒸發造成的。而歷史書上記載，即使到了宋朝，全國1年的水銀產量也才2200多斤，100噸是20萬斤，相當於宋朝90年的產量總和。這怎麼可能？雖然遠古中國的道家早就掌握了制造水銀的方法，先用朱砂礦加熱到500度就能獲得汞蒸氣，
再將汞蒸氣用導管冷凝，就成了水银。按這個方法，最起碼的技術要求是需要一個完全密封的蒸餾箱。如果不密封，那麼不僅毒性大，無法大規模制取，而且水银產量還極低。很顯然，從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來看，秦朝是絕對沒有密封蒸餾技術的。這個技術最早也是宋朝才出現。那這樣看來，秦人又如何在短時間內獲得宋朝90年的產量總和呢？而且宋朝人也沒有偷懶，當時全國都在不停地生產水银。比如很多歷史資料中都提到，大臣們要是被皇帝賞賜1-2斤水银，那都是很榮幸的事。這是因為宋朝人流行用水銀保存屍體，比如那個被蒙古人挖出來的宋理宗，下葬已經21年了，出土的時候還跟活人一樣。所以面對着這些謎團，當時專家們是萬萬不敢輕易下結論的，只是提出一個新的疑問，那就是超標的汞含量究竟是來自地宮中的水银，還是來自封土本身的含量呢？如果後人能用更先进的技術破解這個懸疑，那麼地宮中的水银真相才能水落石出。果然到了2002年，國家啟動了一個863計劃，要對秦始皇陵再做一遍詳細的地球物理的勘探，包括使用遙感、探地雷達和考古鑽探等等的手段。這是一次全方位的綜合調查。結果調查中真的發現了一個水銀湖，東北方的水银最多，西北方最弱，南邊第二強。專家們認為，這正好符合中國山川的分布。秦朝的時候，帝國的東北方是大海，南方有大江大河，西北乾旱少雨。看來《史記》沒有說謊，以水銀為百川。江河大海，這都是真的。但緊接着，這句機箱灌輸又讓專家們為難。字面意思，這就是說，水銀河像永動機一樣在不停地流淌。但顯然，永動機是不存在的。於是，專家們解釋說，這可能是指銅棺椁漂在水銀上，因為水銀比銅重，是可以讓棺椁飄起來的。利用這種浮力呢，就正好可以讓秦始皇躺在他的棺椁裡面，日夜不停地巡視着這個水銀模擬的帝國。但是現在勘探出來了這麼大一個水銀湖，那要讓銅棺椁漂浮起來至少1米深。再算一下，這可就不是100噸水銀的問題了，而是10萬噸都不一定打得住。2020年全球水銀產量3700噸。甚至還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說，專家們真的監測到地宮中有一個金屬物體在移動，很可能就是漂浮的銅棺材。如果這個說法真實，那麼秦始皇從哪裡來的這麼多水銀呢？歷史學家們想到了《史記》中記載的八卦。福清秦始皇一生的記錄當中，除了他的母親，後宮嬪妃一個都沒有記，唯獨這個八卦福清是與秦始皇有交集的第2個女人。秦始皇還允許她擁有自己的軍隊，還為她建造了一座懷清台。當時中國最大的水銀製造商。原來秦始皇喜歡的不是八卦福清的人，而是他的礦。礦石來源雖然解決了，但生產力還是擺在那裡呀。100噸水銀就已經是宋朝90年的產量了。那秦始皇從哪裡來10幾萬噸水銀建造水銀湖呢？所以愛好者們再次腦補出那個秦始皇建碗去外星人的故事。好了，不扯遠了，863勘探隊繼續挖。一個更大的驚奇又出現了。這天遙感組的劉隊長來找考古組的段隊長，說他們在封土下面發現了重力異常，可能是一個建築。潘隊長壓根兒就不信，還說自己做了這麼多年考古，發掘了不少古墓，也讀遍了歷史資料，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封土下面有建築的。一頓舉例分析以後呢，劉隊長和整個遙感組也都懵了，懷疑是不是自己算錯了，
隊員們回去就再算一遍。結果2天以後，劉隊長帶着遙感組又來了。這次千真萬確，真的有重力異常，還計算出來是一個高大的夯土台。段隊長依舊是不信，但劉隊長非常堅持。段隊長就說：“行吧，我讓我的鑽探組去重力異常的點上鏟一圈，看看下面到底有什麼。”結果第一鏟子下去，段隊長就不淡定了。重力異常點上果然發現了一層6-7厘米厚的夯土。所謂的夯土呢，就是被人为夯实過的土層，而所謂的鏟子呢，也就是洛陽鏟。這是一種長條形的工具，它鑽探下去以後，可以把垂直面上各個土層都帶上來，比對這些土層，那就能判斷土層有沒有被人翻動過，或者有沒有被人加工過。但是這一鏟子帶上來的夯土卻是非常緊實的，這說明在這個點上一定有不同於封土的結構。於是段隊長親自操作第二鏟子，再往深裡打，結果帶上來的夯土有60-70厘米，還沒有到底。段隊長立刻組織人手，按照劉隊長提供的重力圖勘探。這個時候，一個念頭開始在段隊長的腦海中閃現，那就是村民們不是說封土下面是一座祭壇嗎？難道傳說是真的？果然鑽探結果出來以後，封土底下確實有一個高出地面30多米的夯土，祭壇上窄下寬，有9層，相當於10層樓那麼高。看來封土下面真的有一座祭壇。段隊長開始在腦海裡不停地尋找，歷史上到底哪裡記載過這種詭異的法門？祭壇究竟是什麼作用？他先是想到了中山王陵的享堂，但那都是在封土上面修建的建築，是供後人祭祀祖先用的。但現在發現的祭壇是被埋在封土當中，顯然不是供後人祭祀的。難不成每祭祀一次，還要把封土刨開一次嗎？再說陵園當中已經發現了專門用來祭祀的宮殿，怎麼想都不合理。但突然呢，段隊長腦海裡想到了這樣一段記載，這是《漢書》當中對秦始皇陵的描述，有一句叫做中層關，有上層山林，上層山林好理解，這是在封土上種樹，天子陵種松樹，諸侯墓種柏樹，大夫種楠樹，士人種槐樹，這都是自古以來的喪葬風俗。但是這個中層關有歷史學家們其實一直讀不懂，在墳頭中間關個啥，有個啥，但現在能夠解釋通了。還記得當地人講的那個傳說嗎？秦始皇會帶着陰兵登上封土中的那座祭壇，俯瞰他的帝國。這不就是中層關遊的意思嗎？後背突然發涼，趕緊把探洞全部填上。考古隊從封土上面下來，決定繼續在周邊來驗證另一個傳說。段隊長曾經在歷史的縫隙中發現過這樣一個故事，說是在修建地宮的過程當中，丞相李斯向秦始皇匯報，自己帶領着72萬勞工，在驪山上已經挖得非常的深，就像挖到了地基一樣，鑿也鑿不動，燒也燒不掉，敲擊那個地基戈，發出轟鳴的聲音，就像是地底下的天空一樣。然後秦始皇說，既然鑿不開，也燒不燃，那就往旁邊再挪300丈。段隊長是在古今圖書集成當中發現的，這個故事集成引用了已經失傳的《漢舊儀》當中的一句話。這段話雖然短，但是被專家讀出來了3個故事。先說一個最玄幻的，那就是李斯報告裡說他們是在治驪山，也就是在驪山上施工，但現在封土明明離驪山還有1.8公里，難道真的跟傳說一樣？地宮並不在封土下面。其實大科學家丁肇中也講過類似的故事，他根據各種歷史資料和檢測數據做過預言。他說地宮的深度至少500米以上，如果地宮在封土下面，那麼就要在350乘350的面積裡向下挖500米。
這種坑要是不用水泥加固，是不可能挖出來的。挖100米就會塌方，所以500米深的地宮肯定不是在封土下面，而離山到地面呢，正好高500米，極有可能真正的地宮就在離山底下。那這樣的話，再來理解李斯的話，這個鑿也鑿不動，燒也燒不燃的地基，就很有可能是一塊巨型的花崗岩橫在了山體當中。李斯當時並不是在往下挖，而是在從封土的底下橫着往離山的方向挖隧道，挖着挖着了，碰到了这塊巨石，然後向秦始皇匯報。這樣秦始皇說往旁邊挪300丈，也就解釋了通了，並不是要把墓室擴大300丈，也不是要把墓室往旁邊移300丈，而是要把通道偏移300丈，繞過巨石，到達離山的核心，在那裡修建墓室。當然，這個故事過於玄幻，考古隊是絕對不會去驗證的。他們要驗證的是第2個故事，叫做穿山泉。史記當中說，修地宮的時候穿3泉，字面意思就是挖穿了3層地下水。漢書也說，下固3泉，就是還得把這3層地下水都給收拾了。這些記載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考古隊驗證古籍的方法也很簡單，那就是在封土南邊用洛陽鏟往下挖，看看究竟會挖到什麼。果然挖到40米的时候，發現了6層沙層，其中3層比較厚，是濾水層。它們就像3根天然形成的水管，把離山方向的地下水全部引過来。地宮的位置也確實在這3層水管之下，所以考古隊認為，穿山泉就是挖穿的這3層地下濾水層。下固山泉呢，就是秦朝人用某種方法搞定了這3層濾水層，讓地下水無法進入墓室。勘探結果中也顯示，地宮很乾燥，並沒有進水。那秦朝人究竟制造了一個什麼樣的防水設備，讓它完美的運行了2200多年呢？考古隊繼續挖，果然他們在地宮的東南西3面發現了一條周長1公里的地下護城河。這個護城河比地宮還要深，入口對在那3層水管上，出口在遠離水管的方向。但是這個護城河在地下，不可能真的建成一條現在的下水道一樣。即使是現在的下水道，2200多年地震也會塌呀。那秦朝人究竟是如何讓這條地下河工作的呢？考古隊繼續挖，出土了很多夯土和青膏泥。專家們恍然大悟，原來秦朝人的設計這麼的巧妙。他們先把這個護城河挖得非常深，非常寬，比地宮還深10米，然後用17米的青膏泥填上。青膏泥不透水，比如馬王堆那個2000多年不漏氣的防腐墓，就是用青膏泥建的。如果大家喜歡，我後面也會找個時間，專門給大家做一期講一講古馬王堆。別忘記訂閱關注百萬 fans 的小滿。然後再在青膏泥上面又修了一層21米厚的黃土夯土層，這樣就把護城河變成了一個水泥大壩。離山方向滲透過來的地下水呢，只能繞過這個大壩，從地宮四周滲走。原來用大壩可以替代暗河的功能，實在是高明。到此為止，穿山泉下固3泉都破案了。但是還有第3個故事沒有解決，那就是以身以其旁，行300丈乃止。這2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？顯然30米不可能敲出一升一級，比如秦始皇。300年前，另一位秦王秦景公，他的墓穴已經被挖開了，深24米。秦始皇的太爺墓穴也有26米深，他們的墓穴深度在史書上不值一提。但為什麼到了秦始皇這裡，30米就已經叫做以身以級了？那這個疑點至今未解。還有旁行300丈，很多人懷疑這就是在說，地宮不在封土的正下方，很可能是某種防盜的機關。
比如我們前面講過楚平王的流沙妖墓，秦始皇當然比楚平王要妖的很多，那他會不會也在用這個旁行300丈來搞假墓？皇典後人呢？也許這些謎團，只有當我們真正挖開秦始皇陵的那一天，才會水落石出吧。但是我們恐怕永遠也等不到那一天了。考古隊也一樣，他們接下來要調查的，也只能從側面分析一下地宮中的奇珍異寶。史記當中講過這樣2個故事，一個是說秦始皇的地宮永遠是亮的，因為當中有長明燈是用人魚油做的。第2個故事是有關這些人魚油的來歷，說是著名的方士徐福有一天跟秦始皇說，我在東海外發現了長生不老的藥了，但是很遺憾無法幫您帶回來，因為有一條大角魚守衛着，仙藥無法靠近，請您派給我一支強弩部隊，我帶他們出海射殺大角魚，就能幫您拿回仙藥。巧秦始皇昨天晚上正好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在海船上和海神大戰，就問占夢師這是什麼意思。占夢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，但大角魚是海神的伺候。現在你統一了天下，而海上又出現了大角魚這種惡神，應該去把它鏟除。也許鏟除惡神以後，善神和仙藥就會一同降臨吧。然後秦始皇就親率大軍出海，海船上有重型的连弩炮，從琅琊出發，一直開到了榮成山，都沒有找到大角魚。之後又到了知府，終於看到了一條大角魚，一炮將它射死，這才返回陸地。本來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，史記這完全是在講故事，以秦朝的能力，根本無法出海捕殺鯨魚，他們也不可能掌握用金魚油制作長明燈的化工技術。但是就在2002年，湖南湘西里耶鎮要修水電站的時候，突然發現了一口古井，古井裡竟然打撈出36000多枚秦朝的竹簡，上面還真的記載了秦始皇殺大角魚的故事。看來史記沒有吹牛，秦朝人真的有能力出海捕鯨。那地宮中的長明燈很有可能就是用果香金的腦油制作的。專家們計算過，金腦油做成的蠟燭燃燒1個小時需要8克左右，2立方米就能燃燒1萬多天，小30年。所以理論上燒3000年只需要200立方米，這大概是200頭抹香鯨的腦油。而石油化工被建立以前呢，人類就是用鯨腦油代替石油的。當時美國僅僅一個賓州，一年出產鯨油的量就有300萬桶。這樣看來，200頭抹香鯨對於能用弩炮射殺鯨魚的秦朝人來說也不算太多。但是即使燃料問題解決了，墓室裡面的氧氣能燒多久？這個問題太致命了。也許長明燈早就滅了吧？或許長明燈不僅僅是用金箔油制作的呢？比如史記當中還講了這樣一個故事，說這魏王和齊王一起打獵，魏王說別看魏國比齊國小，但我那裡有10顆夜明珠，1寸大小，掛在車頂棚上，能夠照亮前後12輛車子。也許史記在這裡也沒有吹牛，魏王真的有這種和燃料一般的高亮夜明珠，那最後一定是被秦始皇收繳過去了。會不會擺在他的長明燈的旁邊呢？也許地宮還是亮着的吧。地宮中可能還有一件頂級寶物，那就是九鼎。這是大禹當年勘探九州以後所鑄造的，上面還刻畫着山海圖，這個我們上期節目剛剛聊過。他們本來存放在周天子家裡，結果周天子說搞丟了，還讓楚國人不要瞎問鼎的輕重。再後來呢，周天子被秦始皇滅了，所以他會不會把周天子的九鼎也搬到自己的墓穴當中呢？如果真的是這樣，那歷史上九鼎失蹤的懸案也就破解了。還有傳說，秦始皇焚書的時候，官方檔案館是把所有的書籍都收藏了一份的，
後來官方檔案館被項羽給燒了，所以導致遠古典籍失傳。但是會不會比較重要的書籍，像《山海經》3焚5.8所、九丘皇帝外經，這些上古神書，秦始皇的地宮中也存了一份呢？但願是這樣吧。另外，《漢書》中還講了地宮中的一個寶貝，叫做黃金符硯，這個東西相當厲害。傳說在三國的時候，東吳派了一個太守在日南郡當官。日南郡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中部，有一天呢，有人抓到了一只黄金符硯回來獻給太守，這竟然是一個栩栩如生的機械符硯。太守學問很好，他認出了符硯身上的文字，原來這只符硯是秦始皇的地宮中的陪葬品。這麼一算，他從地宮中飛出來，已經在外面生活了300多年了。這個故事被記載在《十一記》上，雖然荒誕的上了天，但是它卻說明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，那就是古人普遍認為秦始皇的陵墓早就被挖開了。現在的這座封土是宋朝的時候，皇帝為了搞統戰工作重修的，這件事宋朝檔案上都有記載。當時還修了周文王、周成王、秦始皇等等，一共28座帝皇陵墓。那秦始皇的陵墓究竟是不是早就被盜了呢？考古队決定繼續破解這個懸疑。最早說地宮被盜的人是劉邦，他在和項羽對峙的時候列舉項羽10大罪狀，其中第4條就是燒阿房宮、掘始皇陵。劉邦只比秦始皇小3歲，又是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的，所以他應該不會說錯。但是劉邦的嘴炮神功那是眾所周知的強，沒準這會兒為了打仗占地，就把挖秦始皇祖墳這種壞事硬扣到項羽頭上，這也是有可能的。再過了200年以後呢，漢書當中又把盜墓的細節給說出來了，說這項羽當年比較匆忙，沒有把地宮挖穿，只是把地面的宮殿、陪葬坑什麼的都燒了搶了。但是到了漢朝的時候呢，有一個牧羊小孩在廢墟上找羊，他發現羊掉到了一個石頭縫裡面，小孩就舉着火把進去救羊，結果沒想到這裡面竟然是秦始皇的地宮，金碧輝煌，一下子把小孩給嚇住了，火把從手上脫落，不小心就點燃了地宮，整個地宮就這樣被燒毀了。又過了400多年，到了地道元寫水經注的時候，細節就更加豐富了。他說項羽用30萬人挖開了地宮，運送寶物，運了30天都沒有運完。專家說這3段記載在歷史上有一個專門的名稱，叫做你爸爸不知道的。你知道，也就是某個遠古的事件，越到後來細節越豐富。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呢，那只能說明一個問題，這段歷史是被大家一點一點添油加醋寫成的，並不可靠。所以專家們普遍認為秦始皇陵並沒有被盜，傳說中項羽燒掉的也只是地面建築和兵馬俑、百戲俑這些陪葬坑。這些猜想也在考古勘探中被證實了，比如百戲俑坑，這裡面的人俑都是被惡意砸毀了，頭也不知道扔到哪裡去了，胸口被来一榔頭什麼的。還比如這個鎧甲坑，燒毀的痕跡非常明顯。另外，在整個陵區當中，也就發現了2個小盜洞，直徑不過1米，深度也就是9米，離墓室還有200多米遠呢。這顯然是個別盜墓賊挖的，不可能是傳說中項羽統帥幾十萬人幹的。勘探的結果還顯示，地宮相當的完整，沒有坍塌，也沒有進水。所有的旌旗都還靜靜地躺在地下，也許等到那一天，我們真的掌握了全息透視的天頂新科技，以後我們會發現封土下面真的是一座祭壇，祭壇裡藏着一條暗道，通向了地山深處的方向。或者我們回到现實，再去看看秦陵周圍已經被發掘的陪葬坑，
那裡面還有無數的驚奇，也許能讓我們腦補出更多的細節。感謝觀看本期內容，記得訂閱、關注、轉發。下期見，你的小滿馬上回來。